看看惹怒一名父亲的后果到底有多可怕，尤其他还是民兵王。他先是抄起一把 M24狙击步枪，接着摆好风速测试仪，然后调整狙击枪的俯仰手轮。待一切都准备好后，此刻他只需要等待目标人物出现。没过多久，一辆急速行驶的保时捷朝着他的区域驶来，紧接着一枪将司机干掉。车辆在失去操控下瞬间腾空而起，紧接着摔下悬崖，而司机此刻也已经奄奄一息。等到海豹队员靠近车辆后，并没有对司机进行补枪，而是直接从司机怀里掏出一部手机，然后利用专业的拷贝器将手机中所有数据进行了读取。男人名叫李斯，曾经是名海豹7队的队长，却被卷入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暗杀，甚至他的家人也惨遭了杀害。而这一切的源头源于一起在叙利亚的一场行动。此次他的行动目标是抓捕一名名叫卡哈尼的恐怖分子头目。根据可靠线报，卡哈尼近期会在叙利亚地区引发多起恐怖袭击。为了能将此人尽快抓获，小队决定秘密潜入该地区完成抓捕任务。而他们的行动路线是通过一处地下排污管道进入。由于地下管道错综复杂，他们只能邀请当地政府军的一名队员参与。然而，也就是这名队员，竟让整个小队几乎全军覆没。很快，他们就来到管道入口，并成功将管道入口破拆。随即，所有队员立刻采用 CQB 战术向前推进。由于管道错综复杂，此刻他们都必须小心谨慎，同时每隔3分钟都要检查一下通讯系统。然而就在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随行的军犬突然发出了哼叫声。队长立刻示意队员停止前进，随即便让后方的 EOD 爆破组上前检查。然而就在 EOD 队员打开枪灯后，水下一根如同发丝的地雷半线出现在眼前，接着又顺着半线找到了墙角的炸弹。可就在 EOD 继续查看的时候，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头顶上方竟然也有一枚炸弹。就在他们商量准备拆除炸弹的时候，负责警戒的队员突然和敌人展开交火。队长见状立刻下令让火力组前去支援，可还没等火力组赶到，负责入口的队员直接被敌人击毙。队长见状立刻扔出一枚震爆弹，随即赶来的火力组开始进行火力压制。可这边危机刚刚解除，另一边大批的恐怖分子就冲了过来。很明显，他们的行动路线已经早已暴露，但此刻他们根本顾不上分析，只能采用玻璃战术，边退边打。后方来不及撤退的队员全部被一一击倒。危急时刻，队长李斯只能让队员小心翼翼地迈过地雷半线，快速撤离。但由于地下管道空间狭小，加上密集的枪声，让政府军的队员突发狂躁症，竟直接无视李斯的阻拦，直接触发了地雷半线。随着炸弹被引爆，所有队员全部被炸飞了出去。爆炸过后，这时快速反应部队也赶了过来，在强有力的火力压制下，最终只有李斯和一名队员侥幸活了下来。回到基地后，看着日夜朝夕的队员躺在冰冷的棺材里，李斯悲痛欲绝。可还没等他从这场行动中走出，就被军事行动处的官员请去接受调查。然而，也就是在调查中，李斯回忆了当时发生的情况：是政府军的一名队员触发了地雷半线。可就当听到现场录音的时候，却发现现场的录音被莫名的篡改。李斯这时也陷入了困惑，此刻他也不确定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随后，医生在对李斯检查的时候，却告诉他，在他受到爆炸冲击的时候，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并且还出现短暂性的失忆和头痛的病症。但李斯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此刻的思路非常的清晰，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去做一下核磁共振。可李斯却果断地拒绝了医生的建议。此刻他还不知道，他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当中。随后，他和唯一幸存下来的麦克乘坐一架运输机返回国内。回到家中的李斯本想安稳地陪伴家人度过一段时间，可这样的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一个电话就此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This is Reese. No, sir, that's impossible. 紧接着，李斯迅速驾车来到麦克的家里。当他看见眼前的一幕的时候，和他一起幸存下来的麦克的尸体已经被抬走。现场的警员告诉他，他的队友是在2天前就自杀了。听到这句话后，李斯觉得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他们昨天下午刚从叙利亚飞回国，怎么可能2天前就自杀了？ PO1 Deckers flew home with the bodies of your men. Later that night, took us all away. 听到警员的这句话后，李斯的头部突然开始剧痛。他回想了与麦克回国的过程，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患上失忆症。于是，在第二听从医生的建议，来到医院准备做下全面检查。然而，就在他接受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哪里好像有些不对劲。紧接着又想起了战场所发生的一切。可就在他缓缓从仪器中出来后，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男人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核磁共振，出来后却直接被2名蒙面男子用枪抵住了脑袋。接着男子让他慢慢从仪器上下来。然而就在2人准备动手的时候，李斯迅速夺枪出击。
在迅速解决一名蒙面男子后，李斯直接抠住对方的眼睛，接着一拳打到最疼的地方。可就在李斯继续对男子输出的时候，剧烈的头痛好像让他想起了什么。不料这时对方直接掏出刀子划向李斯，反应过来的他迅速脱掉衣服缠在手上，接着继续和对方展开肉搏。然而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中枪的蒙面男子突然从后方勒住李斯的脖子。就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李斯迅速做出反应，直接将刀子刺进敌人的胳膊。而李斯和另一名敌人倒地后，对方试图想去捡起地上的手枪，反被李斯直接抠住了眼睛，紧接着迅速上前拿起手枪将对方打死。而另一名敌人见情况不对，开门就跑。李斯则迅速来到走廊，可就在他确认四周的环境安全后，却诡异的发现，此刻他手中的手枪竟然是他自己的。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来医院之前，亲自将手枪放进了保险柜里，手枪怎么会又到了自己的手里？顿感不妙的李斯，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迅速驾车往家里赶，途中也在不停的往家里打着电话，可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无奈李斯只能打电话给了911。接着继续加快车速往家里赶。等到他来到家里后，他先是持枪小心翼翼地进入屋内，在经过一番勘察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等到他来到客厅后，眼前的一幕简直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已经被杀。看着眼前的一幕，李斯悲痛地叫出了声。很快911就抵达了他的家里，并对李斯进行了询问。然而就在一名探员对案发现场勘察后发现，简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房间内除了被击毙的医生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尸体，而且他们还对弹道进行了分析，也没有像李斯所说的那样击毙了一名杀手，甚至现场根本就没有打斗的痕迹。而这里由于是部队医院，为了保密特战队员的身份，医院里也没有任何监控。听到这些话后，一旁的女记者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事情会不会是李斯构想出来的？因为之前李斯在一场行动中被炸出了脑震荡，但是他自己一直都没有觉得。随后女记者找到了李斯，并将警方勘查的结果告诉了他，但李斯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可就当女记者说到那名探员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人后，突然让李斯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之前他的战友被杀，这名叫霍尔德的探员也是第一个抵达的现场。作为一名资深的海豹队长，他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之后在对记者提供的资料分析后，李斯直接将女记者的手机装进一个信号屏蔽带，然后给了他一部老式手机，接着告诉他可以用它来联系李斯。等到记者走后，李斯始终未能从家人的离世中走出，并且他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想症。可就在他对那名探员的身份进行调查后，李斯脑海里竟然莫名的出现被袭击的画面，接着他又用手进行比对，竟直接将李斯吓得站起。此处，可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只是向周围看了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随即便立刻示意女人离开此处。可就当他们驾车准备离开的时候，男人却突然开始向后倒车，紧接着撞向后方的一辆科迈罗，然后迅速下车朝科迈罗射击。在将后方的车主击杀后，并在副驾的夹缝中发现一个文件夹，随后男人直接将文件甩在女人面前，因为这本文件记录的全是男人所有的资料。而此时女人也开始相信男人所说的话，随后两人便驾车离开了此处。但两人并没有离开，只是来到一处停车场，并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全部告诉了记者。男人名叫李斯，曾经是海豹7队的队长，因为一场巨大的阴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部被杀。为了能给家人报仇，李斯通过层层排查后，终于查到一个名叫索尔的人，并将此事全部告诉了这名记者。于是李斯在回到家中后，他叫来了他的好友小本，将他的计划全部告诉了他。Looks like a complete asshole. There's a journalist. Should probably do some research without raising suspicion. 于是，在第二天，小本伪装成一名高尔夫球员，成功混进球场，并对目标人物所在的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同时，另一边的李斯也立刻开始整理一系列的暗杀工具。他先是准备一把 M24狙击步枪，然后拿走了墙上的2把板斧。待一切都准备好后，随即便立刻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目标人物此时还不知道死亡正在逼近。就在他来到房间洗漱的时候，一道身影突然从屋顶上下来。就在这时，索尔好像发现了不对劲。然而就在他出来查看的时候，突然一个男人出现在身后，紧接着用塑料袋套住索尔的头，然后直接将他按到了床上，随即直接将他捆绑了起来。由于缺氧，索尔很快就晕了过去。等到索尔醒来后，自己已经被扒光衣服绑在了凳子上，而此刻面前的男人正是身为海豹队长的李斯。面对眼前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索尔这时突然大叫，妄想门外的安保人员能够注意，可李斯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拿起遥控器将屋内的音响开到最大。此刻屋外的安保也压根听不到他的喊话。等到索尔安静下来后，接着李斯开始对索尔进行审问。李斯果断选择了报仇。随后，男人又开车来到一处机场，在这里见到了他昔日的好友丽莎，并将他家人遭遇暗杀的事情告诉了他。接着让丽莎送他前往墨西哥。由于此次行动非常危险，所以他希望丽莎把他送到墨西哥后能立刻返回。但这样的决定却遭到了丽莎的拒绝。Lucy was her goddaughter, Reese. There's a depth of shit. None. That I won't wait there to make those motherfuckers pay. 最终两人决定一起前往。飞机上，李斯将拷贝来的数据传给了小本，并要求他在飞机降落前能查到一些有用的信息。随着飞机启动，李斯拿出曾经女儿画的一家三口的画像，然后翻过面，将保时捷车主马库斯的名字从名单上划去。而这也已经是他除掉的第3个目标人物。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此刻他已经陷入政坛的阴谋中越来越深。与此同时，另一边警局也开始对李斯展开调查，而且警方在调查中却让负责此案件的托尼惊出一身冷汗，发现李斯曾经不仅是名特战队员，而且多次获得过银星勋章和加倍的陆军嘉奖。这也意味着李斯曾经的确是名顶级的特战兵王，但此刻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杀人狂徒？顿感不妙的托尼怀疑他的上级绝对对他隐瞒了什么，于是立即下令让手下一定要将此事查清楚。 We already got a positive ID though. I don't care about James Reese. 另一边，李斯在经过一段时间飞行后，很快来到了墨西哥，并在这里见到了他父亲的室友卢克，而且此人在墨西哥有一支强大的安保团队。于是，在等到第2天，他的安保团队在层层调查后，终于找到了杀害他妻女的人，称此人在不久前去过洛杉矶，并且在回来后，他的左前臂带着伤。这一下让李斯更加确信 It's him. 因为他妻女在遭受暗杀的当天晚上，也有2名杀手来暗杀他，并且其中一个在打斗过程中受了刀伤，而且此人现在正在恩塞纳达的一座废弃的工厂养伤。但是这所工厂每天都会有12名武装分子把守，甚至有的时候更多。为了给妻女报仇，此刻李斯也顾不了那么多。为了能将凶手解决，他们开始联合安保展开一系列的战斗部署。可就在他们指定作战方案的时候，李斯却突然晕倒。等到他醒来后，卢克已经为他叫来了医生，并称他此刻脑部的肿瘤正在快速生长，如果再不接受治疗，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要了他的命。但李斯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听从医生的建议，只是用药物来缓解肿瘤给他带来的疼痛，因为此时此刻他只想亲手解决掉凶手。 What would you do if it were Paula and Antonia? 说完这些话后，他的好友和卢克再也没有去阻止李斯。于是，在第2天清晨，他们开车来到杀手的基地附近，狙击手则在外围负责掩护，其余人员则从侧翼成功进入。就在这时，一名武装分子刚好来到仓库，李斯果断出击，直接从后方将其解决。接着，他们又来到仓库侧翼，在各自占领最佳击杀位置后，狙击手果断开枪。 同时，处在侧翼的队员立刻射击，瞬间将4名敌人全部解决。 Ready. Move. 接着，所有队员继续向基地内部推进。在来到一处房间后，队员立刻朝屋内扔进一枚震爆弹。
然后直接冲进去将屋内人员击杀。欲想逃走的敌人也被手持霰弹枪的小本干掉，同时狙击手也在山顶清理可能给队友带来威胁的敌人。可就在他们推进到一处房间后，屋内出现了大量的人质，但这样的场景显然没能让身经百战的李斯紧张。接着他示意小本做好准备，然后一枪直接将匪徒爆头。在将人质救下后，李斯和小本继续寻找目标人物，并在基地后院发现目标。可就在他们继续向前压制的时候，突然一名敌人从后方击中小本，还好有防弹衣的加持，并无大碍。接着却示意李斯不要管他，继续追击目标。可就当他来到一处房间后，突然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此刻目标人物已经手持手枪对准了门口。就在双方无比紧张的时候，李斯这时突然从窗外出现，紧接着一枪将其打伤。然后冲进房间将目标人物控制。然而接下来李斯的操作直接看懵了小本，他先是将目标人物挂了起来，然后拿出他女儿最喜欢的那把板斧，随即撩起对方的衣服。接下来的画面不大好看，我们直接跳过吧。就此杀害他妻女的凶手也慢慢停止了呼吸，但此刻眼前的杀手也仅仅是他名单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男人在战场上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女儿却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就在他感到无比诧异的时候，突然一道闪电将男人惊醒。原来这全是男人的一场梦境，而此刻男人的死亡名单上已经剩下最后一名目标，就是当地最大的工业集团总裁史蒂夫·霍恩。因为在不久前正在海豹特战队服役期间的李斯妻女却遭遇了暗杀，为了能给家人复仇，他已经将幕后的4名策划者全部处决。但此刻如果想将最后一名解决，他们必须指定一套周密的暗杀计划。可这一切谈何容易？此人不仅是名集团总裁，而且还是名曾经服役过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甚至退役后还组建了自己强大的安保团队。但这对于一名一心复仇的海豹兵王来说，不管对方再怎么谨慎，都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随后他们开始对目标人物进行监控，然而经过数天的观察后，此人所居住的场所不仅有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并且身边跟随的安保也形影不离。如果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完成击杀，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也就在此时，李斯的手臂开始出现莫名的抖动。也就是这样的举动，让他突然想起了之前和他一起调查霍尔德的那名女记者。而此时此刻，女记者为了调查 RD4895 的真相，并以人物专访为由，采访了史蒂夫集团旗下的抑制精神类药物的一家公司的负责人麦克。可就在据女记者调查后，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曾经这家企业一直以来主攻项目是阿尔茨海默症，但自从被史蒂夫收购后，却将项目转变成他们不擅长的军用类药物。 It wasn't until Capstone came on that you shifted to military nootropics, optimizing soldiers. 听到这些话后，负责人显然不想回答记者所问的问题，便以上厕所为由转身离开。女记者见状立刻跟了上去，并将负责人堵在了厕所，接着直接开门见山质问对方 What's RD4895? How much oversight do you maintain? If, say, it was generating tumors among users? 听到女记者的一系列问题，负责人这时有点不知所措，并表示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而事实也是如此，史蒂夫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他的公司进行了转卖，并对他隐瞒了所有事情。而此刻女记者见今天问不出什么，并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麦克，接着便离开了此处。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走出公司大楼离开的时候，一辆形迹可疑的车辆便跟了上去。而另一边的麦克博士回到办公室后，对女记者的话辗转反侧，接着并对公司的股权架构进行了查看，的确在里面发现了异常，于是立即将数据进行了拷贝，然后通过网络电话约见了女记者。然而就在两人见面后，麦克直接将 RD4895 的项目的全部内容告诉了他，称项目研究的药物是可以抑制大脑对记忆数据进行重新编码的药物，可以改善特战队员的战斗创伤综合征。但此项目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已经宣告失败，并且也已经将项目叫停。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史蒂夫竟然在背后进行了人体实验，而李斯和他的海豹七队也正是他们的实验对象，而这也就是李斯大脑里会出现肿瘤的原因。可就在麦克将所有数据交给记者的时候，一个行动可疑的男人突然出现。女记者此时顿感不妙，立刻拉着麦克离开站台。可就在他们来到安全通道后，跟在后面的麦克就直接被爆头。女记者见状丝毫也不敢犹豫，继续起身逃离。然而就在男人即将追上她的时候，女记者果断开枪，毫无防备的男人直接被击毙。可就在他刚刚走出地铁站后，另一名杀手直接围堵了上来。就在这危急时刻，李斯及时赶到，接着护送记者离开此处。等到他们来到一处安全的位置后，女记者将所有关于 RD4895 项目的内容全部告诉了李斯，并且他的小队在叙利亚遭到伏击，也全是史蒂夫所为。甚至为了不让秘密泄露，史蒂夫花费1亿美元注册了一堆的空壳公司，用来收买参与这场阴谋的官员。听到这些话后，李斯直接拿出了他的死亡名单，希望女记者能告诉他们的名字。但女记者不想让李斯继续他的杀戮，他称可以用法律来制裁他们。可此刻李斯已经失去了耐心。About your fucking story. Names. Now!
就在这时，李斯通过记者的眼神看到汽车里的背包，并从里面找到了那个 U 盘，接着并告诉记者，他不会让这群杀害自己兄弟和妻女人渣好好的活着，他要用自己方法来处决他们。但此刻女记者还想试图阻止李斯，可结果直接就被李斯用枪抵住了脑袋。You end up on the battlefield again. It's not on me. 说完这些话后，李斯便驾车离开了此处，同时并将电话打给了他的好友小本，并称他已经拿到一些重要资料，希望小本能通过技术手段查出史蒂夫所有空壳公司的持股人员的名字。但小本却告诉李斯，这样做等于自己在玩火。但李斯此刻只想为家人和兄弟们报仇，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于是等到第二天，李斯就接到了小本的电话，可让李斯万万没有想到，小本查到的结果竟天翻地覆的将整个事件的走向翻转，里面不仅有之前干掉的那几个人，甚至他服役的海军总司令皮特上将也在其中，并且还有霍尔德和考克斯2名指挥官。此刻李斯根本就不敢想象，曾经效忠的海军司令部竟然是幕后的操纵者。而此刻整个事件也基本上真相大白。于是李斯当即给丽莎写下一张清单，并且叮嘱丽莎一定要在不同的地方购买。看到李斯此刻的描述，丽莎这时开始劝阻李斯一定要冷静，但此刻李斯已经愤怒到了极致。 Don't you fucking do that! Boozer, Donnie, we knew what was right. Now 2 of those men are dead because of me. 听完这些话后，最终丽莎还是没能扭过李斯。很快，丽莎就将所有制作炸弹的材料购买齐全，并在李斯的调配下，将数枚定向穿甲炸弹制作完成。接着将所有炸弹装进车里，然后驱车来到史蒂夫的公司楼下。丽莎则负责在路口制造交通堵塞。可就在李斯驾车慢慢靠近目标的时候，意外这时却发生了。女记者此刻也来到现场，便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揭露史蒂夫的阴谋。但她这样的举动几乎完全打乱了李斯的计划。然而就在史蒂夫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女记者突然透过车窗看到了李斯。顿感不妙的他开始向后撤离，同时李斯也下车开始离开车辆。但这样的举动同样引起了史蒂夫的注意，接着立刻示意安保立刻离开。可还没等他的车辆启动，李斯直接将炸弹引爆。爆炸过后，史蒂夫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另一边，李斯看到目标人物没有被炸死，立刻抄起一把突击步枪开始发起进攻。而此刻史蒂夫的安保面对曾经的海豹兵王显然不是对手，便很快将所有安保解决。接着李斯保持战术动作，迅速换枪来到史蒂夫面前，面对史蒂夫的求饶，二话不说直接将其打死。接着便迅速地离开了案发现场，并在道路上拦下了一辆皮卡车。而此刻大批的警察已经围堵了上来，并开始对李斯展开疯狂的追击。很快李斯就逃出了市区，但此刻想摆脱身后的警察谈何容易。然而就在李斯拐出一处弯道后，警方直接扔出路障，瞬间车辆失去控制撞向山体。后方警察见状立刻下车开始朝李斯的车辆射击。可就在他们经过一番射击后上前查看时，却发现李斯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是发现了地上的血迹。而此刻另一边的李斯已经逃进了深山。幸运的是，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所木屋。等到木屋主人离开后，李斯则迅速来到木屋，在确认屋内安全后，他先是将对讲机调到警用频道，然后开始在屋内寻找急救装备，在对伤口进行简单的包扎后，接着李斯拿出地图开始寻找撤退路线，发现有一条河流可以逃离此处，于是立刻开始撤离。然而就当时间来到晚上后，天空却下起了大雨，李斯只能蜷缩在岩石下面。而此刻他再次拿出那份死亡名单，然后用沾满鲜血的手指划掉史蒂夫的名字。可此时名单的下方却再次多出了3个人的名字。这是海豹突击队最不想完成的一次抓捕行动，因为他们的行动目标是一名曾经的海豹兵王，而此刻他们的目标人物正隐藏在他们的脚下，丝毫没有察觉到男人的存在。然而就在这时，一名队员突然发现放在地上的手机，接着立刻示意队员上前查看。可就在他慢慢靠近后，紧接着下一秒，突如其来的闪光弹让所有队员出现短暂的失明。李斯这时趁机立刻起身扑倒一名队员，然后直接抢走他的装备，迅速离开，并同时将手中的电池进行短路，接着抛到远处。因为电池在短路的情况下会产生一定的热源，这样就不会被军方发现他的行动轨迹。但他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被追上来的海豹识破，并立即向指挥部汇报情况。 Negative here. There he is. Northwest from your position, heading for high ground. 接着继续对李斯展开围堵，但此刻的李斯却突然被脑部的肿瘤再次引起了幻觉。可此刻他也丝毫不敢停留，并强忍着剧痛继续逃跑。然而也就在此时，后方的特战队已经围堵了上来，并开始对李斯进行喊话。就在这时，李斯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看了一眼侧翼通往山顶的小路，紧接着冒着对方射击冲了过去。可就在他抵达山顶准备举枪射击的时候，准备扣动扳机的手指却突然收了回去。看着曾经在同一体系的战友，李斯最终还是没能下去手。没过多久，对方就抵达了山顶，但他们在对周围观察后，并没有发现李斯，只是在岩石上发现一颗竖立起来的子弹。What does this mean?
means he had the shot, Leung. 队员在听到这句话后，所有人心里都不是滋味。而此刻的李斯，等到所有队员离开后，也开始顺着崖壁慢慢向下移动。可不料下一秒，还好坠落的距离不是很高，李斯并没有受到重创，只是先前的枪伤再次渗出了血。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夜晚，山里这时也下起了暴雨。可就在这时，无线电里突然传来特战队员的声音，并且劝阻李斯放弃抵抗，因为再这样僵持下去，必定会出现伤亡。而且他也非常感谢李斯在山顶没有开枪对他们展开击杀。可李斯此刻根本不想听到这些话，他只想让杀害他家人的凶手全部下地狱。Being a good father, good husband, way harder than being a good SEAL. I didn't get it until I held my baby girl in my hands. 听到这些话后，队长心里也非常不是滋味。可作为一名军人，他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等到第二天，李斯再次开始他的逃亡之路。另一边，特种部队再次进山对李斯展开围堵，同时并放出无人机对山区进行搜索，并很快在一处空旷的区域发现了李斯，但同样也被李斯发现。紧接着一枪将无人机打了下来。由于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身后的特战队员很快就会追上来。此刻他必须采取一些应急方案，于是立刻从包里拿出3公斤 TNT 炸药，然后全部埋进了山体。可就在他布置引线的时候，特战队员这时已经出现在面前，紧接着示意李斯放下引爆器。All right, you're blue, I'm green, but we all bleed the same color. You don't want to do that. Easy. 面对前后夹击，李斯再次想起自己可爱的女儿和他的妻子，还有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李斯果断地按下引爆器。瞬间，整个山体出现塌方。等到山体恢复平静后，李斯费力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可就在准备继续逃跑的时候，却突然看到被埋的特战队员。李斯这时也不顾一切将队员从土堆里扒了出来，然后对他进行一番急救。等到队员恢复意识后，李斯则趁着小队赶来之前撤离的现场。没过多久，李斯的好友丽莎并通过新闻报道得知李斯死亡的消息。他不敢相信所听到的一切。然而就在这时，李斯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而此刻两人也顾不上休息，接着立刻启程展开新一轮的暗杀。你知道在美国制作一件炸弹背心到底有多简单吗？这是由一名父亲完成的复仇行动。由于男人是第一次制作炸弹背心，他怕大小不合适，特意穿上亲自试了一下。随后他又和他的好友乘船来到旧金山的海军基地，因为此刻男人要袭击的目标正是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海军上将和他的2名指挥官。但此时此刻，他的所有行动已经被联邦调查局全面掌握。如果此刻他们想躲避警方的围堵，必须指定一项周密的暗杀计划。 Remember Mosul? Bold move. 随后，他让他的好友小本伪装成 FBI 来到其中一名指挥官的家里，并强行将他的家人带到一处沙滩。在这里，他见到他最不想见到的李斯，并且告诉李斯，他在 RD4895 项目中只是负责文件部分，其他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此刻李斯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紧接着抓起他儿子准备扔进海里，让他也尝尝失去家人的痛苦。Please stop. 面对指挥官的求饶，最终李斯还是放过了他的家人。但李斯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他让指挥官给上将带件礼物过去，随后便将所有要做的事情交给了小本，自己则离开了沙滩。可他并没有回家，而是找到了另一名指挥官。两人在见面后，二话不说直接扭打在了一起。但很快对方就被李斯控制，紧接着一阵镇定剂打进对方的大腿。等到指挥官醒来后，自己已经被李斯带到了沙滩，并且用重达400磅的滚木压到了身上。但尽管是这样，指挥官并没有求饶，而是直接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因为他知道李斯不会放过他，但他也不想再对不起自己死去的战友。就在这时，指挥官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此人正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可这个身份让李斯简直不敢想象，正是现任的国防部长洛林·哈特利。随后，李斯放开了指挥官，自己转身离开了此处。同时，指挥官在体力慢慢耗尽后，也渐渐被大海淹没。与此同时，另一边霍尔德指挥官已经来到海军司令部，面对事不关己态度的上将，直接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部手机递给了他。而电话的那头正是李斯。上将听到李斯的声音后，并谩骂李斯连屁都不是。可接下来他看到的一幕，直接把他大衣服吓了出来。只见指挥官慢慢的拉开上衣拉链，2枚克莱默地雷出现在眼前，一脸懵逼的上将顿时吓尿，立刻向李斯求饶，并且他会将幕后其他的人员全部告诉李斯。可李斯的回复彻底让他绝望。I already knew. 紧接着李斯拨通炸弹上的电话，随着一声爆炸，两人瞬间变成了渣渣。而此刻李斯的最后一个目标已经剩下现任的国防部长洛林·哈特利。但此刻国防部长已经来到自己准备好的安全屋，并且有着重兵把守。但这对于一名海豹兵王来说简直就是形如摆设。他们先是通过水路来到目标建筑附近，李斯则通过水下进行潜入，同时小本则架起巴雷特负责外围掩护。等到李斯来到指定位置后，小本直接一枪打爆快艇，吸引对方注意。李斯则迅速动身，开始向目标建筑靠近。接着小本不停地清理所有的灯光，
可不料就在这时，接到命令的特别行动队这时也赶了过来。小本见状，立刻示意李斯终止行动，但李斯却果断地拒绝了小本，紧接着拿出榴弹炮打爆车辆，然后举枪击杀冲出来的安保，随后顺利地进入屋内。在来到2楼后，李斯果断扔出烟雾弹，接着利用热成像瞄准仪将屋内安保击杀。可不料，就在他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直接被一名安保按到了墙上。李斯立即做出反应，掏出腰间的板斧，直接给了对方一斧。就此，第1季终极名单完结。